嘟嘟嘟嘟嘟嘟嘟！哇，太陽太大看不到。綠島的話，它是一個火山島，四周的水域流動會比較快，所以它水會比較清澈一點，比較不容易渾濁。就算只是去浮潛，你往下一看，就會直接看到珊瑚海。我們要唱周杰倫的歌。去玩水，運動相機和全景相機帶哪台？我先用快問快答 Q&A 的方式解答大部分的人的疑惑，讓只是來找答案的朋友可以馬上關掉這個影片。有些人一直嫌我影片做太長，但我有些人就是想要聽細節，我也很喜歡講細節啊。好啦，不廢話，先 Q&A。一定要買潛水殼嗎？良心建議要，全憑良心，不用跟我買。海水有腐蝕性，淡水有微生物，除非你是去泳池或是遊樂園，不然最好裝。可以買副廠嗎？良心建議不要，除非你有花時間研究過，不然便宜的殼有些根本没有做過耐用性的測試，無法保證在下水的時候不會崩牙或是裂開。記憶卡要買多大？越大越好啊，越大越好，至少要128 GB 吧，這不是可以沿用好幾年的東西嗎？不要連這種錢都省啊，我才是客家人。潛水新手買哪台？潛水教練買哪台？新手推薦 X5， 教練推薦 X Pro 2，原因太複雜了，我後面詳細講。水下自拍買哪台 ？X5。水下拍海龜用哪台 ？X5。冰冰都用哪台？我都用 X5。潛水殼要買哪一個版本？買你買得起最貴的，破款的遮光能力會比一般版好很多，比較不會有接縫鬼影，就是畫質會肉眼可見的變好啦。一年碰海水不超過2次的才買透明款。自拍桿要怎麼選 ？Insta360 114實驗隱形自拍桿，這真的是我在推銷，這一支才多少錢啊？單純是因為原廠的很耐操，我這支應該有6年啦，6年啦。哇，那明年就滿7年啦，還沒壞，它是中空的，所以帶去潛水的時候會裡面，哎呦，有沙子耶。帶去潛水的話，它裡面會有點積水，用完的話拿去泡泡水、曬曬太陽就好。比起自拍桿，我更想推薦你萬代，它是1/4螺絲的，跟自拍桿超搭。然後不推薦衝浪用的那種粗手繩，黏黏的，而且很難曬乾。我說越講越長啊。好了，我分享欲爆發了，越講越長了，快問快答 over！ 我要來碎碎念了。新手為什麼推薦 X5？ 如果你是新手呢，我第一推薦其實是你的教練，請教練幫你拍。新手還要硬拍，很危險啊！好了，如果你的教練評估過，同意讓你拍的話，也可以自己拍。其實2台都可以。如果你想省錢，也可以手邊有什麼就用什麼，就只要買殼就好。當然就是便宜很多。那如果你是打算租或借，甚至要買，我們接着講。2台相機最大的差別當然是視角還有後置。運動相機的視角比較固定，它就是代替你的手機下水的設備嘛。你怎麼用手機就怎麼用運動相機，很好懂。不想煩惱怎麼後置選視角 ，X Pro 2搭配低光模式與低光解像力，可以讓你在日常 Vlog 或者是水上水下的各種活動都能立刻進入掌控，得心應手。缺點是拍出來的素材會比較单一，例如由 X Pro 2拍海龜的時候是橫着拿，那橫式的素材就永遠是橫式，抬成直式的話畫質會非常的遺憾，算是需要取捨。全景相機的使用就相对簡單，舉出去就好，之後再到 Insta360 Studio 編輯素材的片段。我推薦用電腦版，操作起來非常的快，你可以在回家之後慢慢的改变視角，反覆輸出直的和橫的素材，就是你可以有各種各樣的素材，也可以变成小行星，應用方式很多，而且直視跟橫視都可以出，畫質也維持得很好，算是它比較大的一個優勢。代價是你必須花好幾個小時，甚至幾天去整理素材，稍微有點麻煩。如果你有計劃將所有的素材整理一遍，例如我有強迫症，你可能會樂在其中，邊整理的過程還可以邊重新回味那個潛水的歡樂。但如果你是要馬上上傳到社群，例如拍到海龜了，想要馬上跟你的前伴分享，好興奮，那你要找素材可能就只能大海撈針憑印象。當然，如果你不太會有這種拍攝特定目標的需求，只是想要把素材拍一拍，剪輯成一個精華影片，你也可以透過 Insta360 的 App 的 AI 剪輯，迅速分享你的潛水之旅。這個功能 X Pro 2也有，只是 X5 的畫面變化比較大，剪輯起來的效果會更有趣。整理素材這麼麻煩，為什麼我還推薦新手用 X5 呢？因為新手下水攝影最大的難點是分心，你要調 CBD， 要注意身邊的同伴，要踢水，要觀察生物，要注意換氣。現在又多出了一個取出相機、操作相機之類的動作。X Pro 2还必須伸手去捕捉你想要拍的畫面。X5 的話，只要拿出來按錄影，舉出去就好，相對簡單很多。新手決定要買 X5 的話，請你一定要去看我之前的 X5 上手懶人包，裡面的進階篇有說你要怎麼舉 X5， 看完你會更清楚它為什麼更適合你。好像在賣課程哦，免費啊，免費！我放下下面的資訊欄，還有畫面的右上角資訊卡，記得去看。
啊，難道 X5 拿 X5 就是比較菜嗎？也不是，因為我自己是比較喜歡自拍的人。你在水下拿運動相機自拍，就好比遊戲開到地獄模式，就算你是有前置螢幕的運動相機，拜託你伸出去那麼遠，螢幕那麼小，你怎麼知道有沒有切到你的頭，有沒有拍到你想要的畫面？所以 X5 絕對是自拍玩家的唯一選擇。但如果你是教練或者是潛伴的攝影師，就是你需要拍別人的話，那 X5 在拍別人就會比較辛苦了，尤其是在後製這一塊，全景剪一次，平面剪一次，哇，那工作量真的有夠大。一個教練一天要帶好幾個學生，那個素材的量也跟地獄模式一樣。雖然 X5 的 InstaFrame 2.0 大進化了，可以拍攝 4K 30p 的追蹤目標平面素材，但在水下你按不到螢幕操作追蹤，所以我覺得教練還是更推薦運動相機，就是 S-Pro 2。介紹一下配件好了，原廠潛水殼除了品質保證這種你聽了會想關掉影片的廢話，我覺得公差也蠻重要的，就是潛水殼跟機器之間比較不會有奇怪的縫隙，不會這樣子敲來敲去，讓你機器可能會有一些零件損壞。還有一些專門的設計，像是防霧片、插槽、配重等等。不想花時間研究，就是建議你直接買原厂，花小錢而不用去煩惱太多的雜事。記憶卡，我發現不少的潛水教練還是用128GB， 但我自己是用256GB 會比較心安。512GB 的話就適合不太喜歡3檔案的懶惰鬼，像我的教練。小師，你記憶卡又滿了啊，買新的。手腕帶前面講過了，其實水下的選擇超級多，低型扣啊、彈簧線、安全繩，但我覺得最不干擾我其他設備使用的還是手腕帶。要用的时候從潛水布包裡面取出來，套上手腕拉緊。就算你遇到狀況，也可以直接放開你的自拍桿，讓它飄着。推薦要有。然後有個新的配件叫水下拍檔，那個我沒買，它是給喜歡自拍的教練用的。使用邏輯是到水裡之後，配重達到中性浮力，讓自己的相機飄在空中。你沒聽錯，相機就是自己浮在海裡面，你就可以這樣子放着相機去繞着它玩。聽起來很棒，但我是個菜逼吧，我是個新手，我不敢用這個，而且我不太知道。如果我配重重調啊，中性浮力要怎麼樣？反正我就不會用。如果有用過的老師或是教練，可以分享一下心得。但我本人現階段買不了也用不了，只是分享這個資訊給你們。在水裡，你對電量的掌控要更好，不能開機按錄影之後就一直東拍西拍。通常一個電池全程錄影，一支氣瓶的拍攝是沒有問題的。斷斷續續錄的話，可以2支到3支。然後為了遇到想拍的生物的時候，你還是有電可以錄。我還是會習慣斷斷續續的錄影。Insta360的相機都有內建水下模式，我們隔着潛水殼摸不到甚至看不到螢幕的時候，它就會有個模式是開啟之後可以讓你的界面重新排版，讓它適合在潛水殼的狀態下看到螢幕，讓你不用碰螢幕也可以很好的操作相機，我覺得這個蠻讚的。後置也有水下濾鏡色彩 3.0， 等於不用再帶一堆紅紅黃黃的濾鏡，也可以把色彩拍得鮮豔很多。總之 Insta360 在水玩家這一塊算是深耕蠻久的，可以比較放心的買。我覺得記錄是人的天性，即使我們都只是平凡人，還是會想要留下一些可以紀念自己歷程的東西。拍下這些讓我們感動的畫面，會讓我們在未來想念、挫折、需要能量的時候，從翻找這些碎片的過程裡面得到一些力量。但比起拍下好看的影像，如果沒有這些美麗的光景，這份回憶也不會變得彌足珍貴。所以比起拍攝，最重要的是你要安全回家，懂嗎？命都沒了，你還管他怎麼拍攝，管他什麼美景，安全吶，知道嗎？你如果光是拿着相機都會手忙腳亂，就不要拍了，先好好學習，才能好好享受。以上就是這次的內容，我有盡量不要講太深，畢竟我不太確定大家對這種題材有沒有興趣，所以如果我有漏講的、沒講的，或是你有其他的疑問，都可以再留言給我，我會盡量回答你們。雖然已經12月，潛水的季節好像結束了。或是你剛好要搭飛機去澳洲之類的，希望有幫助到你們選購，覺得可能對你們有幫助的話，可以在下面幫我按個讚。夏天的時候再回來看。我真的很抱歉，我現在都會選夏天潛水。感謝你的收看，冰島來了，我是詹冰，我們下次再見嘍，拜拜。